看来决战已迫在眉睫。寻梦者，你们应当知晓，我曾以虚验之计为每一位术徒塑造了假身。事实上，在你的梦中，为了治疗希纳迪亚小姐的病症，我也为她制作了替代的假身。是有这件事。没错，在进行塑形之仪的时候，在下就已经收回了他们几位的假身，另作他用。当年整合影之全能失败后，为降低对影坛这个替代方案的负累，我们几人不得不相继沉眠，能够独立活动的时刻少之又少。然而这100年蹉跎并非毫无意义。100年之间，以这些假身为依托，我在自己所持有的星之环残片中注入了大量能量。事实上，此时此刻，他已经恢复了自己作为黄道星之环的大部分力量。哦，% 多少？约莫80%。那你要是想直接再来一遍自己当年做砸了的事，失败的概率只会更高啊。诚然如此。就不能和他报了吗？莫要激动，沙弗莱小姐。而且，我的作战计划也的确基于你的这种方法。先说结论，我的确需要各位协助松雀，利用星之环残片，再度重现当年整合起点的行动。我吗？你是远比我更合适的人选。方法，我稍后教你。而至于如何从外部促成这一点，解决方才克拉丽小姐提出的质疑，就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步。事实上，由于危机的存在，实际的情况远比所谓80%更糟。长久以来，无论是漆树还是普通居民，都通过危机由虚化石铸影为物。此消彼长，来自虚空的事物早已遍布整个狼丘，这反而扩大了影中意志的支配范围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只是躲在琥珀街，就想重现当年开天辟地的壮举，真正的成功率恐怕还不及1成。别急，白吉先生既然讲明了这些，想必已有应对之策。而这也正是我称其为决战的原因。是说我们必须狠狠地削弱敌人，这样才能提升整合起点的成功率？不错。也就是说，诸位虽然负债累累，但只要能把债权人给收拾了，也就无所谓欠债还钱一说。直白来说，的确，不如说塑形之仪最大的作用，就是给了我们收拾对方的一种可能性。但这也意味着，我们必须与拥有完整全能的敌人短兵相接。是的，想要让星之环残片也能发挥出10成乃至20成的效果，需要满足相当苛刻的条件。首先，参战人员必须要与对手足够接近，通过短兵相接的方式消耗对方，就像刚才寻梦者说的那样，这将意味着与完全体的影中意志正面对抗。其次，我等还需要等待星之环残片进入与全能调谐的状态。此前诸位在七星孽上所见的异火，就是影之全能正在匹配环的证明。唯有7处异火全部亮起，星之环残片才能发挥出完全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要么我们需要等到这些火全都点起来再动手，要么我们就需要和敌人打消耗战。干等肯定不是办法吧？多少得做点什么。诚然。而你，沙弗莱，你和松雀一样，在这个计划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。
啊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因为树的力量对这两位来说，其实都算一种负面状态。希娜小姐果然聪慧过人，在七术当中，出淤泥而不染者，唯有破气；能四两拨千斤者，唯有欺瞒。为完成塑形之仪，七术的原始力量已大部溃散，与影中意志交战的重任，便只能拜托二位了。可是，白姬先生，你难道打算用2位数的力量，和一个很可能超越七术的存在打消耗战吗？是啊，我们难道就不算战斗力吗？各位好事心急。赫利亚小姐刚才分析得很好，以2术挑战7术，当然难为长久之计。所以，我希望来自世界之外的各位，能否想方设法与我们的对手周旋，直到异火全现，星之环残片也完全就绪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的2张王牌就能在最合适的时间打出，获得最大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松雀他们算我们的总预备队。如果我们在战术上是负责佯攻，那应该现在就立刻出发。如果被敌人打进琥珀街来，局势可就相当被动了。雷厉风行是不错，不过，寻梦者，整个欧夏都是你们的后盾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勉强，好吗？我明白。欧夏有自己的武装力量，如果局势的确无法收拾，我们还可以带领卫夏他们，以数据之海为依托，和敌人长期周旋。虽然这样说对郎丘非常失礼，但对欧夏而言，这的确不是非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。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只不过，考虑到地球与所谓律者的作战经验，这种靠机器人堆量的做法，恐怕没有太大的战术意义。与其相信那些只会按部就班战斗的铁皮人，你倒不如多相信一点女武神的可能性。在地球上，我和赫利亚的那些前辈们，可是用各种手法解决了全部的律者，并最终跨越中烟，成为了地球之神呢。原来你这么能说啊，克拉丽。我明白了，可能性的确是很神奇的东西。不过作为一种底线思维，我们还是会做好抛弃郎丘的准备，并安排救灾力量随时待命。白姬先生，这一点还望谅解。无妨，此种安排也是应有之义。无论如何，容我先谢过各位。郎丘的未来就交到各位手上了。交给我们了。那我们就先出发了。稍后见，松雀。灯小姐也是。师傅，在灯姐和咱出发之前，咱可以单独再请教你一件事吗？奇怪，那是……啊，一条狗。如你所说，显而易见。不，我是说，它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狗。的确，这里为什么会有普通的狗？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是从琥珀街出来以后迷路了吗？这里很危险，到你该去的地方吧。别担心，笼罩在郎丘上空的阴影也很快就要散去了。
真奇怪，总觉得这条狗有种熟悉的感觉。外表也有点眼熟，他总不会是多尼戈尔的亲戚吧？假如他有亲戚，如果这就是你用来活跃气氛的笑话，那他还挺不好笑的。总不会……那是……大家要跟上啊！这是那个利托斯特的，这种插在地上的感觉，简直就像……生即为生，死即为死。生死之间，原本泾渭分明，不可逾越，唯因为极的存在，让有与无、生与死的界限变得含混不清。然而，如若已然灭却之物去而复返，它还会与旧日的真实一般无二吗？结束了。是啊，都结束了，已经够了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，就这样吧。为什么？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力量差距，也应该知道无论怎样做都无法撼动我的存在，但你还是那样做了，就为了找死？怎么，我就是喜欢找死，不行吗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要是看不惯我，你就找个地方弄死自己。来吧，按照你的规则，既然我已经向你许下了愿望，接下来该你做出答复了。好吧，如你所愿，你会化作我的养分，与我成为一体。你将会永远的活着，并且死去。不久之后，你眼前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，或者说，大为不同。如同你所知道的那样，这里只有经由毁灭，才有可能从废渊中升起，然后你才能死得其所。看到了吗，利托斯特？是我赢了。你的名字将被抹去，在这毁灭与新生交织的暗影中。安息吧，利托斯特。这就是我对你的诅咒。真遗憾，多尼格尔。即便摒弃恐惧，你作为我之造物的本能，依然无法剔除。我们之间的较量尚无定论。在此之前，世界的主人轮到我了。只剩下了武器，利托斯特，他究竟……利托斯特，他……正如当初所料，
你的确可以被称为必将毁灭一切的事物。尽管于另一个我而言，这一切早已再无意义。即便死而复生，能人所不能，我也绝非你的敌手，甚至无力护得多尼戈尔周全。但正因不愿屈身于可行之事，又或应行之事，庶才得以急流至今。纵是已死之术，也当一以贯之。纵使平生夙愿将会因此幻灭无存，我们也必当缘尽于此缘起之地。哦，你们来了。从多尼戈尔到利托斯特，再到你们，真无趣啊。松雀呢？他不来吗？哼，保持沉默吗？大家还真是无情啊，就没有考虑过我身为善神的可能性。如果刚才跑回琥珀街的那条狗就是被夺取了力量的多尼戈尔，那你也不可能是什么善神。不如说，作为由恐惧训练而成的人工智能，你要是本性与凡人无异，那才叫不可思议。这是否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？你们期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，我就会用你们设想的方式回报你们，就像一直以来那样。如果你们愿意付出真心，拥抱我的存在，事情倒也未必要走到刀兵相见的一步吧。更何况，就凭你们，又能在和我的战斗中坚持几个回合呢？说不定可以坚持一整天啊！哼，既然七术无一在此，想必你们也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才亲临此地。但不生不灭的无相之相，它最不缺的恰恰就是时间。而我当然也很乐意亲见你们的终局。有暗影织就的百年长夜，你们曾安然度过其间一瞬。恐惧它之所以断之不绝，正是因为人们深知黑夜无穷无尽。他这是对抗，就是以既然见识过危急，何必这么惊讶呢？在廊丘之内，影运万物，随行复古。别走神了，是时候团队作战了。别客气，速战速决，到此为止。世间之影，画上完美的句号吧。头伸过来，哈，吼，呀，引擎，点火，虚实相生，万化随影。呀吼！别！天罚时刻！火急造化，可成万物。火力出击，蓄能完毕，亦可摧万物。别走神了，各位的力量在那别动，我将如数奉还。
交给我。来吧，和自己的影子战斗吧。别，走你！我来搞定，锁定目标，速战速决，到此为止。好了，画上完美的句号吧。头伸过来，吧嗒，爆！空中接力，看招！影之玄妙，运化自如。你们可听过一个古老的传言？世人皆可一夜无眠，却无法一夜都不眨眼。而那些笼罩世间的魔物，正是生活在这避无可避的一瞬。打靶时间，速战速决，倒计时。站那别动，5、4、1，加足马力，撞过去！喂，呀吼！火力突击，锁定目标，逃不掉了。头伸过来，呀，哟，好，交给我吧。嘿，时机正好，打靶时间，引擎点火，空中接力，别，走你！我来搞定，蓄能完毕。各位的力量，别走神了，我将各就各位如数奉还。统统消失！幸运的是，失败并不意味着消亡。不过，你们又何必急于一时呢？也许反而是为了不让你急于一时吧。哼，虽然我们的确不是你的对手，但7丁的萤火，不也只差1柱了吗？谢啦，各位，咱们上吧。哼，来真的了。啊，嘿，力量杯，是接影之法，大姐，快把你的影子寻回来！是你们创造了我的意识，是你们塑就了我的形体，但在看到结成果之后，却又想将它立刻毁灭。在一无所有时，不惜借助任何力量，也要让自己日日狂欢；而在狂欢的尽头，又不惜借助任何力量，也要让自己重新一无所有。久违了，宗劝。人类啊，还真是矛盾到让我难以理解。这场百年虚势的代价，若想一……当心啊，大姐！松雀，你应该不能。哦，你的那位师傅让你专门带着他的厌恶来送死吗？就让这道光烧尽一切。看来他倒也很懂得等价交换嘛。可就算是他亲身至此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？明镜照影，映彻乾坤。该动点真格了，小心了。好，上路！轮到我了，祈祷吧！逃跑环节，档次经过会让你们化作齑粉。世间之影，唯我统御。影之世间之影，唯我统御。
该动远真格了。逃跑环节到此结束，我会让你们化作齑粉。时间到，爆炸！哼！久违了，宋茜。灯姐，咱帮忙，不收费。此间诸相，不过目上之影。该做点什么了？轮到我了，起等吧！小心了！事不宜迟，应急法度，由我裁定。时间到，爆炸！小心了，上路！你死定了！轮到我了，起等吧！久违了，宋茜。灯姐，咱帮忙，不收费。上路！砰！上路！轮到我了，起等吧！就让这道光烧尽一切。以正合，以击胜。你们的确找到了合适的人选，只可惜，太难了，事不宜迟。留意每一处地形，战斗时或许用得上。事不宜迟，敌人还没有出现。事不宜迟，此即末路。不够快。大姐，得去做些什么？哼，时间到了。哼，小心了。哼。可惜，你们早就已经把整个世界抵押给了自己并不理解的存在。各位，就让这场庆典就此落幕吧。怎么？宋茜，宋茜！没关系，灯姐，这里交给咱就好。咱们
不是已经和师父商量好了吗？咱们不是原本就有必须这样才用得出的底牌吗？师父他老人家的绝招，所以放心就好。不，逃吧，松雀，我们一起，就现在。哪能呢？咱得相信师父。再说了，咱还能逃到哪里去啊？而且灯姐，他老人家也说了，这一次就让咱自己选吧。那个时候你们，难怪白洁没有自己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他连星之环也。不，别这样，让你灯姐再试一次，我能打到他的，我。宋雀，宋雀！没事的啦，没事的啦，没事的。爸，为什么不明白呢？世间最污浊的液体，在人们的耳边呢喃，是你们滋养了我，是你们赋予我权柄。是你们对我予取予求，始乱终弃，是你们忘记了，等价交换，才是世间永恒不变的真理。辛苦了，欢迎来到这边的世界。欢迎加入我的危机。啊，人类还真是麻烦呢，总想着不劳而获，为此不惜用自己的灵魂交易。郎丘用一方世界承担了全能的诅咒，为了不劳而获，为了逃避痛苦，所谓的欺术偷换了概念，在泡沫中创造了一场持续100年的末日狂欢。
你瞧，多么简单而直白的欲望，贪图享乐便让他们享乐，畏惧死亡便不让他们死亡。但是很可惜，作为诅咒，影子的本质可是等价交换。在你们妄图无中生有的时候，泡沫破裂的种子就已经种下。这颗种子，它吸收着你们的恐惧，品尝着你们的傲慢，忍受着你们的无知，等待着你们的破灭。然后他当然要连本带利收回一切。100年前，这真是令人动情的一刻。不过很可惜，他们一人只为了自我满足，一人只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。这么说来，他们彼此对这份全能的渴望倒也殊途同归。与虎谋皮的勇气，或许的确值得夸赞。师父他们才不是。你还是别一厢情愿地陶醉于过去比较好，为我塑形的凡人。别忘了，你们的一切可都来自于我。如果不是我一时兴起回应了某个女人，你们早已是不值一提的坟中枯骨。要说你们当中有谁看穿了我的本质，还是非他们2人莫属。尽管其中的一人完全不清楚自己做到了这一点。无论如何，从摆脱了阿杰塔的那一刻起，在这廊丘，我已经达到了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不能。难道说气数逐渐陷于沉睡，也是因为……不，那只是因为你们太弱了，仅此而已。大家虽然把廊丘打造成了自己的后花园，却终究还是需要通过我来支配一切。而每经过一次危急，我的力量也都会更强大一分。既然如此，事情的结局究竟如何，还不够显而易见吗？你知道吗？和你一样，我发自内心的喜欢着这一切。这是一次普通的危机，是琥珀街上我们最熟悉的人间烟火。通过等价交换，你们早就成为了我的奴隶，明白了吗？无论你们忙碌什么，最终都会向我支付代价。我即是规则。是啊，规则是你本身，那么黄道的天罚也就为你量身定做。玉隐七术归于一法。雕虫小技。我的合作者，你就把这个叫做天罚。
你好像搞错了什么呢？咱可是欺瞒之术，一类之疑，倒也不需假手他人。面包没你的份儿！站住，小骗子！他！咱记得小时候咱可怕死了，就算加入了技术，也不过是想讨口饭吃。只是怎么说呢？不对，咱刚才说过吧？这的确是为你量身定做。对不住了，绝艺，你好像也和咱一样怕死呢。师傅，在灯姐和咱出发之前，咱可以单独再请教你一件事吗？当然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抱歉，沙弗莱，在下的徒儿看来还有一些私事。没事，你们聊吧。这里应当是个僻静之处，宋雀，你想对为师说什么？师傅，你对寻梦者他们并没有把话说全，对吗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您老人家干什么都是出类拔萃，却唯独不通这妄言扯谎的门道呢。嘿，倒是和咱一样。和解？师傅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重新整合起点，说来容易，但哪怕有这100年来厌恶们积蓄的力量，哪怕到时灯姐和咱大幅削弱了绝的化身，那也不能担保必定成功吧？毕竟师傅您自己当年就玩脱了嘛。天罚若是不中，那也是命中如此。这可不对吧？如果当我们发现师傅口中的天罚也不能保证将影中意志彻底消灭，又或者如果灯姐和咱根本就没法削弱他那个化身，如果事情变成了这样，咱们能想的法子倒也还有一个吧。宋雀，为师已下定决心，放弃一类之疑。如今，无论此番决战将迎来何种结果，我无怨无悔。
其余诸术也是如此。师父或许可以意气用事，可是咱廊丘的百姓，那些无法前往欧夏的普通人，他们真的也无怨无悔。师父刚才说要徒儿代替您去收官，言下之意难道不包括这些？不必担心，宋雀。有100年的时光，同根的友人和异乡来客助力，这一次我们定能扶出影灾。至于由你代表七术意使星之环残片一事，那纯粹是因为如同瑟拉佩姆和瑟利姆那样，自塑形之役过后，为师的力量也在一刻不停地流失。与你不同，不久之后，为师就将成为一介凡人，毫无特殊之处。师父，等等，这还是不对。万一呢？万一最后大家还是敌不过影中意志，难道咱们就一点后手也不留？如若事情真有差池，那便再寻对策。但影子可不会干等着咱们想法子对付他，不是吗？宋雀，师父，先前师父没有舍得动手，咱确实相当开心，毕竟谁不怕死呢？可是如果咱们真的失败了，而师父你因为怜惜咱的性命放弃了最后的必胜法门，如果结局就像寻梦者看见的那样，除了咱和少数人之外，廊丘所有的生命都要被影子吃掉。师父，你和其余的术真的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吗？你不感到害怕吗？师父，你忘了刚刚进行仪式的时候咱那副丢人现眼的样子啦？不过该怎么说呢，一回生两回熟，咱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，大概只有之前的6成不3成左右。再说了，一雷之疑终究也只是保险，只要用师父的计策成功干掉影子，那咱就能活蹦乱跳的回来啦。而且嘿嘿，不，没什么，反正咱最喜欢大家，也最喜欢廊丘的烟火气啦。为师明白了，就依你所言。师父，自这一刻起，便由你来继承为师的衣钵，一切就都交付于你的手中了。这是七术的全部假身，还有师父的星之环。御影七术归于一法，有了这套假身的伏笔，即便是只有你一人，也足以与过去的七术匹敌。重新驱动黄道星之环的方法，也同样寓于其中。我原本只想将这套假身转交于你，但如今，宋雀，我准许你，在必要之时，基于自己的判断，以你我2片星之环的残余，发动一类之疑，结束关于影的一切。是，师父，
希望咱没有能用到它的机会。师傅，你干嘛这样盯着咱呀？咱这可不是突然逞能。说到底，还是害怕没脸见家乡父老罢了。咱虽然那么怕死，可是这面子还是得要呢。为师只是在想，或许你确实是玉影七术在历经100年的绝望后，最终寻觅到的希望，不是因为你作为术的特性，也不是因为异类之一的不可替代，而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人本身所拥有的强韧。啊？强韧？师傅，你这话咱可就听不懂了。不管是灯姐还是瑟利姆小姐，都常说咱的身子骨软趴趴的。啊，好像连多尼戈尔都觉得他比咱硬气呢。不，为师所说的强韧并不是指……无妨，那是你已然拥有之物，倒也无需为师多此一举，相加阐释。或许，不，还是不要说破比较吉利。没什么，时间紧迫，寻梦者他们早已出发，我们也不好让杀父来久等。好，那咱这就和灯姐一起出发。对了，师傅。等咱圆满完成任务回来之后，你可要带咱去琥珀街大玩特玩。驱逐了影灾之后，街上一定会举办前所未有的盛大庆典吧？咱可一定不能错过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真的吗？那还得加上一顿大餐。嘿嘿。你看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咱好像就说过，咱可是相当喜欢烟火气呢。